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我们今天要学什么话题呢？嗯嗯，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先吃早饭吧，现在是早上，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吃早饭一边聊。嗯，看看我有什么早饭可以吃。来做一份简单的懒人早饭，2个水煮蛋，后燕麦奶和麦片。虽然我现在有点饿，但是呢，这个早饭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觉得其实，看起来健康是健康，但是没那么好吃。如果我想吃好吃的早饭，或者说如果我真的很懒的话，那我干脆就下楼去买早饭了，对不对？在我家楼下就有一个早餐店，所以下楼去买早餐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也不用走远路。但是楼下那个早餐店，主要就是包子、馒头啊、烧麦呀，还有茶叶蛋这些，大部分都是碳水。我觉得吃很多碳水我容易犯困，所以还是自己做吧。最近我一直是懒的状态，懒得做饭，懒得出门，懒得做运动什么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健康还是很重要，对吧？所以，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我还是尽量自己做一些饭，比如说早饭，在一日三餐里，早饭已经是最容易做的了。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的主题就是怎么用中文表达这种懒的状态，或者说就是效率低下的状态，比较低迷的状态。因为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大概有1-2个月，一直都是在这种比较低迷的状态里。就是你没有动力做很多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懒得出门啊，懒得工作，懒得运动，懒得做饭什么的。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今天会教你们一些适合懒人的啊比较轻松的学中文的方法？不好意思，没有这样的方法。学中文没有很懒的方法，就是当然你想要比较懒一点学中文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想学好中文，没有很懒的方法。你就是得多花时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模仿，所以没有什么很懒的学习的方法。今天是我比较清闲的一天，今天我没有什么网课，但是我打算现在去公寓楼的楼下，楼下有一个大厅，去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因为，因为我居家工作嘛，平时上网课呀、剪视频啊都是在家里，但是我最近发现，我只要待在家里，我的效率非常低，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只要在家里工作我就犯困，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我在家里工作我就犯困。所以我最近发现，我在楼下大厅工作的时候，状态要好很多。所以，走吧。这里就是公寓楼的大厅，在大厅的旁边就是健身房。我发现我现在说话的声音也很小，因为
因为这里有人，所以我不太好意思大声的说话。我最近发现一个非常劳逸结合的工作运动方式，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在楼下的这个大厅工作，每工作50分钟，然后我就来这个健身房运动10分钟，这样每50分钟运动10分钟，所以如果我在楼下工作3个小时，我就能运动30分钟。我觉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工作方式。说实话，我最近的状态就是，如果让我一次性运动个20-30分钟，我肯定坚持不下来。然后工作也是，就是连续工作3个小时，我也是坚持不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发现的这种工作运动的方式，我已经试了2-3天了，我觉得效果蛮好的。我今天在楼下没有工作3个小时，但是工作了2个小时，也不错啊。现在是中午，我本来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懒人厨艺，但是我真的懒得做饭了。然后因为今天我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嘛，所以下午呢我也没有什么课，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呢我打算带大家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很漂亮的商业区。在那里有很多餐厅、咖啡店，可以在那里吃午饭，然后顺便我们也可以在那里看一看、逛一逛。今天不是周末，所以人还不是太多。但是接下来天气要越来越热了，所以在外面这样走应该就很热了。今天还可以，还算比较凉快。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古镇，但是其实很新，这是一个新开发的商业区。我特别喜欢这里。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地方开发了以后啊，它的热度越来越高，所以周末这里人特别多，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人不太多的时候来这里逛一逛，或者是来这里吃个饭，或者跟朋友见面什么的。说实话，对我来说，在公共场所拍视频，尤其是对着镜头说话，我还是挺有压力的。有人来的时候我就不说话，好尴尬。虽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外面拍视频，但是其实每一次在外面拍视频都觉得是很大的挑战。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想找一个更安静的、更没有人的地方。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不会被打扰的地方，然后我可以比较放松的说话。其实已经离开那个商业区，大概5分钟吧。这里的环境也很好。
这么多的绿色会让人的心情变好，你们觉得呢？还是有点热的。其实今天已经应该有30度了吧？好在今天没有太阳，不是那么晒。其实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为什么做今天这样的视频。说实话，我觉得我的生活大部分时候是很普通的，也比较无聊的。其实我并不想要给大家展示这种普普通通的比较无聊的生活。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就是怎么帮助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提高口语表达的能力。因为我发现如果你的中文到了大概 HSK 4级啊 HSK 5级大概这样的水平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瓶颈期。就是你会发现生词你也学了不少了，语法呀句子结构啊都已经学了不少了，但是你说的中文跟中国人说的就是不一样。或者说你想要比较深入的表达你的看法，或者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只能说2-3句话，或者虽然你学了很多的生词，但是你还是在用特别简单的生词或者特别简单的句子结构，对吗？有可能你会害怕，就是你学过的那些新的词啊语法啊，你害怕用错，所以还是在说一些很简单的词，很简单的句子。我相信一定有人有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想虽然我的生活是普普通通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总是有一些类似的方面。那么我的想法是，每次我做了这样的生活视频，我会选择视频里的一个话题，把这个话题涉及到的语言点归纳到一起，然后把它们展示在屏幕上。这样呢，你除了可以学习我怎么用这些语言点以外，你也可以试一试你用这些语言点说一说你的生活，说一说你的看法。所以这就是一个从输入到理解到输出的过程。如果你能坚持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2-3个月以后，你的中文表达能力肯定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高，相信我。所以我今天的视频真的不是给懒人准备的，就是我已经说过了，没有很懒的、很容易的学好中文的方法。你就是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练习。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很生活化的学习方式，希望能让你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不那么枯燥。所以呢，我也要跟大家一起努力，因为如果你喜欢这种学习方式，那么我就努力定期发这样的视频。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所以除了看我的视频，除了练习听力以外，不要忘了一定要试一试把屏幕上的这些语言点，就是用你自己的生活，用你自己的看法，把这些语言点说出来，或者更重要的是，用这些语言点尝试说一段话，或者你也可以给自己录音，然后听一听自己说的是不是流利，是不是自然。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拜拜。